大家好，今天30号，美联储已经是把利率降到 4%， 而且公布12月1号将结束 QT， 但是比特币为什么却还是盘整或下跌？主要原因12月份降息，鲍威尔是在泼冷水。那或者等下来聊一聊 QT 这么大的一个利好，我为什么认为比特币的牛市还没有结束？相反，比特币感觉有一个看涨背贬的结构，目前有可能全部都是在洗盘。国语很烂，感谢点赞，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圈。另外，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佣 20%。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下方对应的是这一个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规模。那记得2年到3年之前，当时这一个蓝色的线，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是一直在缩表。缩表都明白一个道理，如果市场没有资金的时候，比特币怎么可能会涨？但是在2年之前的时候，反正跌到这个2万美金的位置，我个人是把全部的资金，或者是在2万左右，以太坊1000美金左右，全部 all in。后面是跌到1万5，也是输得一塌糊涂。但是10几年的交易经验都知道，有时候要相信技术分析，它往往在底部的位置，主力会利用一大堆的利空，比如一些就看这个美联储是在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或者是美联储在底部的位置一直在加息。相反，有可能主力是利用这些利空来骗取散户的筹码。因为你去看一下，当时在这个位置2019年3000美金的底部，这个资产负债表规模是不是也是在缩减？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Discord 群上面之前的这一个上面的一些交易记录啊，或者是一些观点，比如说2023年3月份的时候，2023年3月份的时候，硅谷银行倒闭，也是很肯定的跟大家讲。那如果连银行都会倒闭，传统的银行都会倒闭的情况下，那就全部倒来币圈啊，资金呢就给我全部倒来币圈。包括后面硅谷银行倒闭的时候，美联储不是有一个短暂的扩表行动嘛？以及我们看一下，反正后面是一路希望朋友们，包括比特币的月线，从1万5开始也是一直在预期比特币有可能后面会突破这个all time high。然后我们看一下，包括在2023年10月13号的时候，这些记录，这笔记录是没有编辑过，也是在26600美金附近。通知朋友们，我自己是100叉做多比特币，大约1000美金。所以我们再回到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有时候我个人是偏重相信技术分析，因为我们看一下，当时从6万9 2021年的顶部跌到这个15000美金的底部，你从这个位置画一个时间去看一下，它当时下跌是365天，而且下跌的幅度从高点到低点也是接近每一次熊市下跌的幅度接近 80% 啊。那我们看一下2018年的熊市，从这个高点跌到3000美金底部的这个低点，时间也是非常的巧妙，一般就是1年的时间365天，然后下跌的幅度我们可以计算一下，这个高点到低点下跌也是超过 80%。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上涨的牛市，我们可以留意一下，也就是有可能上涨的牛市1064天，也就是这一次涨到12万到13万美金的高点，很多朋友也是在担心比特币这个位置的牛市结束了吗？这个时间周期它现在是不是被机构全部打乱，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看一下2019年当时从这一个底部它涨到顶部6万9的位置，时间是1000天左右，后面就是顶部开始崩盘。所以一些朋友在担心的，那这一次比特币时间周期都已经涨了1000天了，这个位置是否要进入熊市？还是一个道理啊，如果这个位置真的进入熊市，下跌365天，1年的时间，空间跌我们就取个60%到70%吧。你认为机构会让比特币再跌到3万到4万美金的比特币，这么便宜的比特币，你觉得会让那一些人再重新买入比特币吗？应该可能性不大。
而且我们再看一下，那现在美联储12月1号要开始结束 QT， 很多朋友也是讲 QT 不代表 QE， 但是我们要一步一步来哦，毕竟目前是在降息的周期，后面会不会 QE 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看一下，就是如果 QE 真的来的时候，像2020年就是疫情爆发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就是整个市场美联储开始在扩表的时候，当时是从多少？美联储的整个资产负债表规模是 4T 规模，然后最高峰的时候是接近这个位置数值，我们拉下来看一下，是接近 9T 的规模。所以目前 QT 我感觉是好事哦，结束的话是好事，后面会不会 QE 或者是比特币的牛市为什么认为没有结束？那叠加上这一个 Pi Cycle Top 指标，那比如说2019年的牛市，一次绿色的线也是讲了很多次了，2次，甚至价格会高于这个绿色的线，后面才有可能会是顶部。2015年也是一样，牛市上涨1次、2次、3次、4次，预阻这个绿色的线，那牛市的顶部反正肯定会突破这个绿色的线，高于这个绿色的线。现在的比特币呢，牛市只有1次来到这个绿色的线，我感觉这整个区间可能全部都是在横盘。现在是机构市场，机构是很有耐心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如果我们把比特币每一波熊市的下跌，以及后面比特币第一波牛市的上涨，然后后面涨到高点以后开始的洗盘，看作一个杯子的饼，我们可以看一下2018年的熊市到2019年的第一波上涨，以及后面的这整个区间的盘整，如果全部看作一个饼，可以看一下它在后面的抛物线上涨之前的时间，从这个高点到这个位置的时间周期，它是接近1000天。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自比特币在2024年9月份，当时是突破了这个杯柄啊。然后我一直的观点是，如果是按这一个下方这一个杯子的空间，从这个位置突破去计算，因为历史上有这一个目测的距离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当时抛物线上涨，它跟这一个杯子的空间是非常的接近，所以那现在的比特币机构可能是很有耐心也就是自这个位置突破以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感觉这边是又画了一个杯子杯柄的结构，所以给人的一个感觉，这个位置会是顶部吗？如果是顶部的话，它为什么止跌了？其实也不过 20% 都不到。那我的观点有可能这个位置全部都是杯柄的洗盘，后面如果真的爆发起来，我们来看一下 Michael Saylor 的这一则报道，他是有提到比特币有没有可能在今年底的话达到15万美元，然后他是说我不知道会不会在未来的4到8年比特币有可能会达到100万美元。那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图表，昨天是走的不太漂亮把我给的一个支撑位，也就是11,100的支撑，现在都跌破。那短线不然我们尽量观察吧，有可能比特币就是这一个箱体的高点位置，它是一个阻力位，这一根蜡烛一半的位置，或者是下跌的话，这个位置要担心吗？明天收盘我们去观察一下，这一根下跌短期它已经是在多头抵抗。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的支撑，日线的话目前可能还是在盘整，那或者也就是前面这个位置狗狗币感觉有一个支撑区。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日线的图表，以太坊前面提到的一个阻力位，现在价格下来，那或者短期的支撑，不然观察一下这边感觉有一个上升趋势线最后感谢大家收看，对我们